黑子又叫了。邻居李哥站在门口，手里拎着垃圾袋，脸上依然挂着和善的笑容。我赶紧拉紧牵引绳，尴尬的道歉：“真不好意思，他可能还没适应新环境。”李哥摆摆手：“没事没事，狗狗都这样。”可我怎么也想不到，1个月后的那个下午，当我拎着菜袋走上6楼时，会看到让我彻底震惊的一幕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3月的上海还带着丝丝凉意，我提着行李箱走进这套老式公寓。6楼没有电梯，每天爬楼梯倒是能当锻炼。作为一个刚毕业2年的程序员，能在市中心租到这样的单间已经算幸运了。小区很安静，邻居们也都挺友善，偶尔在楼道里碰到会点头打招呼。我原本以为这样的生活会一直持续下去，直到我的大学同学张伟找到我：“哥们，帮个忙呗。”张伟在电话里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急切。我放下刚写了一半的代码：“什么事？”“我们基地有只退役的军犬，需要找个新家。你不是一直想养狗吗？”张伟在军犬训练基地工作，偶尔会跟我聊起那些聪明的狗狗们。我确实有过养狗的想法，但一直没有付诸行动。“什么品种？好养吗？”我问道。“德国牧羊犬，公的，叫黑子。”张伟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舍。他服役了8年，年纪有点大了，但身体很健康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独居生活确实有些孤单，有个伴儿也不错。他性格怎么样？特别乖，特别听话。张伟连忙说道：“就是刚退役，可能需要一点时间适应普通人的生活。”我想了想，反正房子也够大，养只狗也能给生活增添点乐趣。那行，我试试看。周末，张伟开车把黑子送了过来。第一眼看到他时，我就被震撼了。黑子是一只非常标准的德牧，身形高大威猛，一身乌黑发亮的毛发。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眼神，深邃而专注，透着一股不怒自威的气质。“黑子，这是你的新主人。”张伟蹲下身，轻抚着黑子的头。黑子看了看我，然后安静地坐下，姿态端正得像个标准的士兵。“他平时喜欢吃什么？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？”我问张伟。“狗粮就行，偶尔给点肉，它很好养的。”“就是。”张伟欲言又止。“就是什么？”“可能会有点高冷，毕竟是军犬出身，习惯了纪律性。”张伟笑了笑，给他点时间就好了。张伟走后，我和黑子大眼瞪小眼地坐在客厅里。我试着伸手摸摸他的头，黑子没有躲闪，但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亲近。就像张伟说的，有点高冷，不过这样也好，至少不会太闹腾。我给他准备了狗窝、食盆和水盆，又买了些玩具。黑子对这些东西都不太感兴趣，只是安静地趴在客厅的角落里。第1个晚上，我有些担心他会不适应新环境，但黑子表现得很好，既不乱叫，也不乱咬东西，就是静静地趴着。偶尔我叫他的名字，他会抬头看看我，然后又继续趴下。我心想，这可能就是军犬的素质吧，纪律性确实很强。黑子来我家的第3天，发生了第1次意外。那天是周2的晚上，我刚下班回家，走到6楼楼道时，正好碰到对门的邻居也在开门。我之前见过他几次，是个30多岁的男人，看起来很普通，平时打招呼都很礼貌。“你好。”我习惯性的打招呼。邻居回头笑了笑：“你好，刚下班啊？”就在这时，原本安静跟在我身后的黑子突然炸毛了，他猛地冲到前面，
对着邻居狂吠起来，汪汪汪！黑子的叫声在楼道里回荡，声音洪亮而有力。我赶紧拉住牵引绳，黑子，安静！但黑子完全不听，继续对着邻居叫个不停。邻居显然被吓了一跳，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。真不好意思，我用力拉着黑子，连连道歉。他刚来我家，可能还没适应环境。邻居很快恢复了平静，摆摆手说：“没事没事，狗狗都这样，对陌生人有戒备心理很正常。”我好不容易把黑子拉进了家，关上门后才松了一口气。黑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蹲下身看着他，黑子已经安静下来，但眼神还是有些不安，不时地看向门的方向。我想起张伟说过的话，军犬确实对陌生人比较警惕，可能是职业习惯吧。在部队里，他们就是要保护自己的团队。现在他把我当成了要保护的对象，所以对邻居有敌意。这样想想，倒是挺让人感动的。第二天早上出门上班时，我特意留意了一下，黑子的表现很正常，下楼时也没有什么异常反应。我以为昨晚的事情只是偶然，然而到了傍晚，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。我带着黑子从外面回来，正好在楼梯间遇到了那位邻居，黑子立刻又开始狂吠。这次我有了准备，赶紧拉住他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向邻居道歉。邻居依然很好说话，理解理解，我家以前也养过狗，刚换环境都这样。但我注意到他说话时脸色有些不太自然，可能是被突然的狗叫声吓到了吧。回到家后，我仔细观察黑子的反应。他在家里时表现得很正常，吃饭睡觉都没问题，但只要听到门外有脚步声，他就会竖起耳朵，显得很警觉。我开始担心这样下去会影响邻里关系，毕竟大家住在同一栋楼里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。如果黑子每次见到邻居都要叫，那就太尴尬了。我决定找个时间好好训练一下黑子。接下来的1周里，同样的情况反复发生。每次在楼道里遇到那位邻居，黑子都会狂吠不止。我试过各种方法，包括提前拉紧牵引绳，或者给黑子零食分散注意力，但都没有用。他似乎对那个邻居有着特殊的敌意。最让我困惑的是，黑子对楼上楼下的其他邻居都很友好，有时候遇到3楼的刘阿姨，黑子还会主动摇尾巴；遇到5楼的小夫妻，他也只是安静地看一眼，然后就不再关注。唯独对那个住在对门的邻居，他的反应特别强烈。我开始觉得有些过意不去。每次道歉时，邻居都表现得很理解，说狗狗刚换环境需要适应，但我能看出来，他其实也挺困扰的。毕竟谁也不想在自己家门口总是听到狗叫声。周6的时候，我决定带黑子去专业的宠物训练机构看看。你好，我家的狗总是对特定的人叫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我向训练师咨询，训练师是个40多岁的中年女性，看起来很专业。她仔细观察了一下黑子，然后问我，它是什么品种，有没有特殊的经历。我如实告诉她黑子的身份。哦，退役军犬啊。训练师点点头，那就不奇怪了。怎么说？军犬在服役期间接受过特殊训练，它们的嗅觉和听觉都比普通狗狗敏感得多。训练师解释道，可能您的邻居身上有什么特殊的气味，触发了他的职业本能。我恍然大悟，那怎么办呢？需要时间，也需要社交化训练。训练师说，您可以试着让他多接触不同的人，慢慢适应普通人的生活。他给我制定了一个训练计划，
包括基本的服从性训练和社交化练习。我买了一些训练用的道具，准备回家好好训练黑子。然而，训练的效果并不理想。黑子在其他方面都表现得很好，对我的指令非常服从，但一遇到那个邻居，他就完全失去理智。我开始怀疑是不是邻居身上真的有什么特殊的气味，可能是某种洗涤剂或者香水之类的。有些狗确实对特定的气味很敏感。想到这里，我决定找个机会跟邻居聊聊。周日的傍晚，我在楼下遛狗时，正好遇到了他。你好，不好意思，又要麻烦您了。我主动走过去，我想问一下，您平时用什么洗涤剂或者香水吗？邻居愣了一下，然后笑道：没有特别的，就是普通的洗衣粉和沐浴露。怎么了？我怀疑我家狗可能对某种气味比较敏感。我解释道。哦，这样啊。邻居想了想，要不然我试着换个牌子。我赶紧摆手，不，怎么能麻烦您呢？是我家狗的问题，我再想想办法。邻居很善解人意地说，没关系的，狗狗都有自己的喜好，我理解的。这次谈话让我对邻居的印象更好了，他不仅没有抱怨，还主动提出要配合解决问题。这样的邻居真的很难得。我暗自下决心，一定要想办法解决黑子的问题。带着训练师的建议，我开始了更加系统的训练。每天下班后，我都会带黑子到小区里练习基本指令：坐下、等待、过来。黑子的反应都很准确。我也试着让他接触更多的人，包括小区里的其他邻居。大部分时候，黑子都表现得很好。他会安静地坐在我身边，对陌生人保持礼貌的距离。有时候遇到小朋友，他甚至会主动靠近，让孩子们摸摸他的头。这让我更加确信，黑子不是一直有攻击性的狗，它只是对那一个特定的邻居有反应。我开始仔细观察邻居的日常习惯，想找出可能的原因。邻居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上班族，每天早出晚归，穿着也很普通，多是休闲装或者简单的衬衫。我没有发现任何特别的地方。有一天，我偶然听到3楼的刘阿姨在和其他邻居聊天。6楼那个小伙子人挺好的，上次还帮我搬过东西。刘阿姨说的应该就是我的邻居。是啊，很有礼貌，见面都会打招呼。另一个邻居附和道。看来邻居在整栋楼里的口碑都不错，这就更让我困惑了。如果他是个好人，为什么黑子会对他有这么强烈的反应呢？我想起训练师说过的话，军犬的感官比普通狗狗敏感得多。也许是我感觉不到的某种气味，或者某种声音频率。毕竟人类的感官能力有限，很多东西我们察觉不到。想到这里，我决定向张伟咨询一下。你说黑子总是对某个特定的人叫。张伟在电话里听起来有些惊讶。对，就是我的邻居，其他人都没问题。我详细描述了情况。张伟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军犬确实有这种情况，他们的判断力很准的。什么意思？他们在训练中学会了识别各种复杂的信息，包括人的情绪状态、生理特征等等。张伟解释道，如果黑子对某个人有持续的警觉反应，可能那个人确实有什么特殊的地方。我心里一沉，你是说我邻居可能有问题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张伟赶紧澄清，可能只是某种很普通的原因，比如他以前养过其他动物，身上有特殊的气味，或者他的某些行为习惯让黑子联想到了什么。这个解释让我稍微安心了一些。也许邻居以前养过猫，身上还残留着猫的气味，
黑子作为一只大型犬，可能对猫科动物的气味比较敏感，或者它用的某种日用品含有黑子不喜欢的成分。我决定不再过度纠结这个问题，毕竟邻居表现得很友善，也很理解我的困扰。我应该专注于训练黑子，而不是去怀疑一个好邻居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和邻居的关系变得更加融洽。尽管黑子的问题一直存在，但邻居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不耐烦。有时候在楼道里遇到他，甚至会主动避让，让我先过。真的很不好意思，我每次都会道歉。没事没事，狗狗都有自己的性格，他总是这样回答。有一次，邻居还主动跟我聊起了养宠物的话题。我以前也想过养狗，但工作太忙了，怕照顾不好。他说，确实需要时间和精力。我回应道，不过有个伴儿也挺好的。你这只狗看起来很聪明，就是对我有点……他笑了笑，我尴尬地挠挠头，可能是他还没完全适应环境吧。没关系，慢慢来。邻居很宽容地说，这样的对话让我对邻居的印象越来越好。他不仅人很好，还特别善解人意。有几次，我听到他在楼道里接电话，声音温和有礼，看起来是在和家人或朋友聊天，内容都很正常。我开始觉得黑子可能真的只是单纯的不喜欢这个人。动物有时候就是这样，会对某些人产生莫名的抗拒，这不能说明什么问题，纯粹是个人喜好，就像有些人不喜欢某种食物的味道一样。想通了这一点，我的心情轻松了很多。我开始专注于和黑子培养感情，而不是纠结于他对邻居的反应。平时在家的时候，黑子表现得很好，他会安静地趴在客厅里，偶尔会过来蹭蹭我的腿，虽然还不是特别亲近，但能感觉到他在慢慢接受我。我给他买了一些新玩具，包括绳结玩具和橡胶球。黑子对这些玩具不太感兴趣，但偶尔也会咬咬玩玩。我想这可能是军犬的特点，他们习惯了严肃的训练生活，对玩乐的概念比较陌生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至少不会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。有时候我会带黑子到附近的公园散步，他在外面的表现很好，不会乱跑乱叫，总是安静地跟在我身边。其他遛狗的主人都夸他很乖很听话，这狗训练得真好，品相也不错。一个大爷这样夸奖道，我心里挺自豪的。虽然我对训练黑子的贡献其实很有限，他的好习惯主要还是军队训练的结果。唯一的问题就是对我那个邻居的反应，但我已经决定不再把这当作一个大问题了。只要在楼道里小心一点，避免突然相遇就行了。1个月很快过去了，我和黑子的生活逐渐进入了一种规律的状态。每天早上7点，我准时起床，给他准备早餐。黑子的食量很稳定，从来不挑食，也不会暴饮暴食。吃完早餐后，我会带他到楼下的小花园里简单活动一下，然后我去上班，黑子在家里安静地等我回来。我曾经担心他会因为无聊而拆家，但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。每次回家，家里都保持着我离开时的样子。黑子会安静地趴在他固定的位置，看到我回来会抬起头看一眼，然后继续趴着，不像其他狗狗那样会兴奋地扑上来。但我能感觉到他对我回家是高兴的。晚饭后，我会带他出去散步，这是我们一天中最愉快的时光。黑子在外面会显得稍微活泼一些，会主动嗅闻路边的草丛和树木。有时候遇到其他的狗，它会保持友好的距离，不会主动挑衅，也不会胆怯退缩。我开始理解
为什么张伟说军犬很好养？黑子真的是一只非常省心的狗，几乎不需要我操心什么。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在楼道里避免和邻居相遇。为了减少这种尴尬的情况，我开始留意邻居的作息时间。他似乎每天8点左右出门上班，晚上7点左右回家。我就刻意错开这些时间段，要么提前，要么延后。这样的安排很有效，我们在楼道里碰面的频率大大降低了。偶尔还是会遇到，但我已经有了应对经验，提前拉紧牵引绳，快速通过，然后道歉。邻居也很配合，经常会主动让路或者提前打招呼。黑子来了，我先进屋。他有时会这样说，这种善意的配合让我很感动。不是每个邻居都能这么理解和包容的，我心里对他充满了感激，同时也为黑子的行为感到抱歉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在阳台上浇花时，偶然听到邻居在和朋友通电话，工作还是挺忙的，但还好。他说：“你们什么时候过来玩啊？”听起来是很正常的社交对话，他的语气轻松愉快。我想，这样一个正常的年轻人，黑子为什么会对他有那么大的反应呢？也许真的只是动物的本能反应，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。我决定不再深究这个问题，毕竟我们已经找到了和谐相处的方式，这就足够了。进入第2个月，这种相对和谐的状态一直在持续。我和黑子的感情越来越深厚，他开始愿意主动靠近我。有时候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他会走过来趴在我脚边。虽然还不会像其他狗狗那样撒娇卖萌，但这种安静的陪伴让我很满足。我开始理解军犬的魅力，它们有一种特殊的忠诚和坚定。黑子从来不会无理取闹，也不会因为小事就乱叫，它就像一个稳重的朋友，安静地陪伴在我身边。和邻居的关系也维持得很好，我们在楼道里遇到的次数越来越少，即使遇到也能很快处理。邻居总是表现得很理解，从来没有抱怨过。有一次，我还收到了他放在我门口的一包狗零食，上面贴着一张小纸条，给黑子的小礼物，希望他能喜欢。我心里感动得不行，这样的邻居真的太好了。我立刻敲了敲他的门，想当面表示感谢。真的太感谢了，您太客气了。我说，没什么，就是一点小心意。邻居笑着说，黑子还是对我有意见吗？还是老样子，可能需要更长时间吧。我有些尴尬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他依然很宽容。我回到家后，试着给黑子喂了一点邻居送的零食，黑子嗅了嗅，然后正常的吃了。看起来他对零食本身没有什么抗拒，只是对那个人有反应。这更加证实了我的判断，黑子的行为纯粹是个人好恶。我开始完全接受这个事实，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喜欢的人，狗狗也是一样。这不能说明什么问题，也不需要过度解读。重要的是，我们都学会了如何和谐相处。我继续我的生活节奏，黑子也适应得很好。工作日的晚上，我会在家里处理一些编程任务，黑子会安静地趴在旁边，偶尔会抬头看看我。有时候我累了，会伸手摸摸他的头，他不会躲闪，也会轻轻蹭蹭我的手。这种简单的互动让我觉得很温暖。周末的时候，我会带他到更远一点的公园散步。黑子似乎很享受这些户外活动，会表现得更加活跃一些。我们的感情在这些共同的时光中不断加深。我开始觉得养黑子是我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之一。周末的下午，阳光很好，我决定去附近的超市买点菜。黑子在家里安静地趴着，我轻抚了一下他的头。我去买点菜，
很快就回来。我习惯性地跟他说话，黑子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又趴下了。超市里人不多，我慢悠悠地挑选着今晚要做的菜，买了点青菜、豆腐，还有一条鱼，准备做个清蒸鲈鱼。自从养了黑子之后，我的生活变得更有规律，也更愿意好好做饭了。可能是有了陪伴的关系，一个人的晚餐也变得有意义起来。结账的时候，收银员是个年轻的小姑娘，很友善地跟我聊天。你家里养狗吗？我看你买了狗零食。她指着我购物篮里的狗饼干。对，养了一只德牧。我笑着回答。哇，德牧很帅的。小姑娘眼睛亮了。一定很聪明吧？是挺聪明的，就是有点高冷。我说。付完钱，我提着购物袋慢慢往家走。春天的傍晚很舒服，微风轻拂，空气中有淡淡的花香。我心情很好，想着回家就给黑子一点新买的零食。虽然他平时不太热衷于这些，但偶尔给点小奖励还是不错的。走到楼下，我习惯性地看了看邮箱，没有什么重要的邮件，都是一些广告传单。我扔掉垃圾，然后开始爬楼梯。1楼、2楼、3楼。在3楼的时候，遇到了刘阿姨。小李回来了，她热情地打招呼。刚买了点菜，我停下来跟她聊了几句。你家那只狗怎么样？还适应吗？刘阿姨关心地问。挺好的，就是有点认生。我简单回答。狗狗都这样，慢慢就好了。刘阿姨笑着说。告别了刘阿姨，我继续往上走。4楼、5楼，快到6楼的时候，我开始掏钥匙。购物袋有点重，我换了个手拎着，走到6楼楼道。我正准备插钥匙开门，就在这时，我注意到对门邻居的房门是半开着的，这有点奇怪。平时他都会把门关得严严实实的。出于好奇，我不自觉地往里面看了一眼。这一看，我整个人都愣住了。房间里面的景象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。我看到的不是正常的家居环境，而是……我顿时愣住了，手里的菜袋都差点掉在地上。房间里摆满了各种瓶瓶罐罐，还有一些我从来没见过的设备。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化学味道，让我忍不住皱起了眉头。桌子上放着各种标签模糊的容器，里面装着不同颜色的液体。角落里堆着一些包装精美的酒瓶，但看起来都是空的。墙边还有一台小型的机器，正在低声运转着。这根本不像是一个正常人家里该有的东西。就在我愣神的时候，邻居从里屋走了出来，看到我站在门口，他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你怎么？他结结巴巴地说不出完整的话。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无意中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连忙道歉，我就是看到门开着。邻居快步走到门口，想要关上门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我已经看清了里面的情况。这些是什么？我忍不住问道。邻居的表情很复杂，有慌张，有无奈，还有一丝恐惧。我在做一些化学实验，他试图解释，但这个解释显然说不通。正常的化学实验不需要这么多不同种类的容器，也不会有那些空酒瓶。我的心里开始涌起一种不好的预感。你在制造什么？我的声音有些颤抖。邻居看着我，沉默了很久，最后他似乎放弃了继续隐瞒。假酒，他低声说道。我在制造假酒，这2个字像雷电一样击中了我。我瞬间明白了一切。黑子的异常反应，那些刺鼻的气味，邻居的神秘作息。原来黑子一直在试图警告我。作为一只退役的缉毒犬，它的嗅觉能够识别出那些化学物质的异常。它不是在无理取闹，不是在认生，而是在履行它的职责。
他一直在告诉我这个邻居有问题，而我竟然一无所知。你怎么能做这种事？我声音颤抖地问。邻居看起来很痛苦。我知道这不对，但是我欠了很多债，急需要钱，但这是违法的。我说，我知道。邻居用手捂住脸。我也不想这样，但我没有别的办法。我的脑子一片混乱。这个我一直以为很好的邻居，原来在做着违法的事情。而我的狗，我一直为他的行为道歉的狗，实际上是在保护我。你必须停止这些。我说，这不仅违法，还很危险。邻居摇摇头，现在停下已经来不及了。我已经投入了太多，我意识到和他继续谈下去没有意义，这已经不是我能处理的问题了。我需要报警。我说，邻居的脸色更加苍白。求你了，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？我保证会停止的，但我知道我不能答应他。这种事情不能私下解决，必须交给专业的部门处理。我转身回到自己家，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。黑子看到我回来，立刻站了起来，他看起来很不安，不断地看向门的方向。我蹲下身，轻抚着他的头。对不起，黑子，我说，我应该早点相信你的。黑子看着我，眼神中似乎有一种我早就告诉你了的无奈。我抱住他，心里充满了愧疚和感激。这只忠诚的狗狗一直在用它的方式保护我，而我却一直误解了它的好意。警察很快就到了，他们在邻居家发现了大量的制假设备和成品假酒。据警察说，这些假酒如果流入市场，会对消费者的健康造成严重威胁。邻居被带走了，临走时他看了我一眼，眼神中有愤怒，也有无奈，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恐惧。我知道他不是坏人，只是做了错误的选择，但有些错误一旦犯下，就必须承担相应的后果。警察对黑子的表现很感兴趣，这只狗很厉害啊，居然能嗅出化学物质的异常。一个年轻的警察说，它是退役的缉毒犬。我解释道，怪不得呢。警察点点头，军犬的嗅觉训练确实很专业。另一个老警察拍拍黑子的头，好样的，小家伙。黑子安静地接受着夸奖，依然保持着他一贯的威严，但我能感觉到他现在比之前放松了很多，那种持续的警觉状态终于结束了。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，保护了我，也帮助了社会。警察走后，整栋楼都变得非常安静，其他邻居们都在议论这件事，谁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真是人不可貌相啊。刘阿姨感叹道，还好有你家的狗发现了问题。5楼的邻居说，我开始重新理解黑子的行为，他从来没有无故吠叫，每一次反应都有他的原因。作为一只训练有素的军犬，他的判断比我准确得多，我应该更信任他的本能。那天晚上，我坐在沙发上，黑子趴在我脚边，我轻抚着他的头，心里充满了感激。谢谢你，黑子，我轻声说道，谢谢你一直在保护我。黑子抬起头看着我，眼神温和而坚定。在那一刻，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默契和信任。这不再是主人和宠物的关系，而是真正的伙伴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